是，问题是我不否认，目前我们的制度是适合我们的生活的，但是一方面的不能私心性的。姑娘，中国为什么要西方化呢？马克思主义也从西方传下来的，已经中国化了。这个老师非得用西方那一套对村里强行改造，姑娘她犯了什么错误啊？西方的一些民权思想传入我国的时候，男人们发现女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去为他们浴室口的君子，把这事情怪到了欧美的民权思想上。但实际上，任何东西的起源都有过程。或许，如果你的朋友在实践一会儿，那个村子的人会把西方的制度所惯。那个时候，男人和女人可以一起分工，各个人的权利来获得更大尊重，人们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活。姑娘，问题是这样，谁做个饭呀，谁带个孩子啊，这是有每一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它也不涉及别的，它有每一个具体的生活方式。所谓的这个民权和生活方式啊，什么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跟你说啊，姑娘，你要警惕一个什么呢？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性。我这几年我都特别有体会。你听说有人去这个斯坦福、去耶鲁去政治学，读完以后呢，就拿着西方政治学的那套东西，然后开始批评中国了。你这一条不合适，那一条不合适，就这种人特别多。其实同学们，这个法学和政治学啊，80年代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向西方学习，包括近代有特殊的背景。但是学完之后啊，不是用西方的东西强行的改造，历史上拿着国外的东西强行改造的是谁啊？王明、博古、李德都是。毛主席为什么写反对本本主义啊？他说中国革命必须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一定要从什么出发？实际出发。这个大家历史学得很好。至于你说男人女人权利平等，那个概念没人反对，关键是在每个家里边，家庭情况不一样，就业状况不一样，夫妻俩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你都不能非得以所谓的民权，你再3天他再3天。男女即便是权利上讲的是平等，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可能做饭的是男人，那个家庭里面可能做饭的是女人，有的家庭里面做饭的可能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这并不代表谁给谁不平等，明白吗？告诉大家，就是你不要老是拿着西方的概念对中国指手画脚，你也不要以为西方的概念就是真理，不要把欧洲的那套生活方式强行的移植过来。我说这近代中国屡次证明，只能给国家带来好多的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政治学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学它，西方的政治学，注意，学它不是成为它，你学我也不是成为我，你也不可能成为我。学完我之后，你会成为更优秀的你自己，听懂这个意思吗？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学是一个阶段，学完之后融会贯通去创造、消化、吸收，这是个阶段。最后，中国形成了适合自己的，注意这个词儿叫中国的政治学。那么我们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体系，它既有我们4、5千年以来本身优良政治文化的传承，它也有整个世界文明的视野，它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反应，听懂了吗？今后啊，同志们，你们要做中国的政治学大家，而不是转述欧美的玩意儿，用欧美的政治学对中国指手画脚，那是要出问题。朋友们，法学，你们要做中国的法学家，而不是用欧美的法学对中国指手画脚。我随便讲一句，整个西方法学，它在形成初期对哪个权利分布的保护的特别重视，叫什么？私权。可是我要问你，私权重要，公权重要不重要？新冠疫情2020年爆发的时候，保卫武汉，它为什么中国做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所有去听命中央的指挥，说起武汉都去武汉，毫无怨言，也不能有怨言的。他们都是什么制？全是公有制。一声令下，说干什么干什么。中央能够下这个命令，全国听得了，那是以公有制作为基础。大喝一声，私营企业都跟得上中国的法学，既要考虑到私权的保护，还要考虑到什么？对公权的保护，这是中国。听懂了吗？学它不是成为的。我画了个什么东西啊？你要看懂了，你就4个字送给你，这惊为天人。注意，我画的是国运的线，中国的国运，欧美的国运。这个交汇点是17世纪，这是18、19世纪，这个是20世纪、21世纪。在人类3、4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边，
中国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梯队。大汉时期，那有脱缰万里的雄心；盛唐的时候，那有融汇天下为我所用的气派。同时代的欧洲，它的文明程度、社会治理方方面面，中国有差距，中国走在前面，这是事实啊，没有什么好抬杠的啊。盛唐女孩的衣服，从胸口这个地方一道绳下去，下边全都敞开。我吃多少，多么健硕，管得着吗？什么腰粗不粗，你管得着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又笑春风。同时代的欧洲和中国比，欧洲你笑春风一次，你的后果很严重。欧洲你们知道，所有的说法只要给他宗教不一致，给教皇说的不一致，烤死。布鲁诺那只是其中之一，还有的喝水喝的肚子很大，然后往肚子上又从石头梦里咵崩了，各种处罚人。整个欧洲叫黑暗的中世纪，所以它的文明程度没有我们高啊。我们中国历史2000多年没有出现一个神权压抑人权，我们没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对人性压抑，这个有王权，但是我们的神权控制人，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没有出现，没错吧？我们的文明程度比他高。大家读唐诗的时候，都是那个时代人的中国精神风貌。李白写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离别的时候一般人都伤感，可是在大唐气象里面，离别的时候都可以拍手唱歌。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唱歌。海内存知己，若比邻。是万国衣冠拜冕旒啊！王维的诗那是唐朝气象。到了宋代的时候，中国整个气象的开国仍然有李清照的词，你们都读过吧？那种心情的舒展。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少男少女在一起喝酒啊，划拳行令啊。兴尽晚回舟，乘舟的时候还要比，看谁快，叫争渡。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约束，哎呦，男孩女孩授受不亲呢，都乱了风俗，没有这种说法吧？而且很高兴，还写诗。可是朋友们，后来中国的生命力就开始萎缩。到了宋代以后，贞节牌坊开始出现了。这个贞节牌坊，同学们，我是这样来看的。你比如有的女同志她，丈夫去世了，这个女同志觉得，哎呀，我也不想再嫁了。那么这种人有个贞节牌坊，我不想再嫁，行不行？当然行了，人家自由嘛。可是有的女同志，丈夫去世以后，自己生活不方便，还想再嫁，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嘛，这怎么了？可是那个时候就不行。沉重的枷锁就束缚了，衣服从盛唐时期那个状态往上收，到了明朝的时候就这样，就是有一点小口，到了清朝的时候没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是他衣服表现了一个民族在走向封闭，在走向僵化的生活。所以在明朝中后期以后，海禁，清朝以后，文字狱，同时代的欧洲和中国比我们怎么样？我们从南宋的节点是不是就开始往下走了？思想被束缚了，活力被束缚了，是不是就衰败了，往下走了，对吧？但是人家欧洲，人家从13世纪、14世纪一步一步的在冲破两个枷锁，一个是神权，一个是王权。有个人叫但丁，但丁写《神曲》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在地狱里边给谁留了个位置？教皇，敢在地狱里给教皇留位置，掀开了向神权进行清算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序幕。有一个画家叫达芬奇，画了个谁？蒙娜丽莎微笑的。有人说蒙娜丽莎微笑多么漂亮，我说你的审美很宽容。蒙娜丽莎的微笑不是她美，是她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原来的画只能画圣母、天使，而达芬奇把一个家庭妇女当作绘画的主题，说明西方的思想史和画家的笔端开始从遥远的天国拉向了人间。这是梵高是不是有个向日葵啊？向日葵挣扎扭曲。有人问我这向日葵怎么这样？我说我告诉你，向日葵什么样都不重要，这是梵高心中的向日葵。梵高这么画，说明人苏醒了，西方人开始挣破神权的束缚，开始把人的尊严和自由给呼喊来了。这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三个合在一起，思想的缺口打开了。法国大革命、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政治制度打开了。工业革命、科技的创造打开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市场经济打开了。哎呀，同学们，2、3千年不如我们的欧美，野蛮增长。为什么说野蛮增长呢？马克思对他的评价就是，资产阶级来到世间的100年，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历史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人间，创造那么多财富的，可是它带给我们人类太多的缺陷。中国咱们就是受害者啊！帝国主义对我们民族的灾难和罪恶轻重难，人家野蛮增长。中华民族到了17世纪，其实也开始突破了。黄宗羲有没有反思2、3千年中国存在的专制制度啊？顾炎武反思了没有？王夫之反思了没有？方以智都在反思，历史都在这个突破过。只可惜17世纪发生一件什么事儿？清军入关，李自成当皇帝。李自成灭了以后，1644年顺治皇帝在北京称帝。哎呀，同学们，这一次中国的历史在即将突破的时候，一个比中原地区的文明和智力程度远远落后的一个游牧部落的占领中国了，这就是历史，没法改。那么清朝他占领中国以后，他没有接着明朝，接着黄宗羲、王夫之往前走，没有对以前2000多年制度进行清算，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体系，没有，反正怎么样了？回去了，更加比旧制度还要封闭。这一下不要紧，中西方的一下子大家看这个曲线打开了，我们踽踽独行，被时代远远抛开了。当然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2、3千年的沉淀，就是将要落山的时候，也有一抹彩霞映得满天通红。可是那一抹彩霞真的很艳丽啊，康乾盛世啊。可是朋友们，晚霞消失以后，是我们这个民族无尽的黑暗，同胞的挣扎和决裂。那么这个时候一旦给西方交手，真的是溃不成军。为什么？它是不对称战争。啥叫不对称？你拿着机关枪，我拿着烧火棍，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军队打出了浙江定海县城，9分钟没了。定海县城不对称战争。你说拿着红缨枪，在火器面前不对称战争很可怜。1次鸦片战争、2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了某一个点，中国人开始被打死。哪一次？对，所以我说19世纪、20世纪在这个谷底就是甲午海战。甲午海战是什么？2000多年以来匍匐在中国脚下，都是向我们进贡的。1894年甲午海战，在朝鲜打了不到9个小时，黄海打了不到5个小时，灰飞烟灭。所以你读中国历史，近代史是这样说的：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开始真正逐渐觉醒，就开始救这个国家。以前的救是什么救呢？老是在旧的制度下边救，就跟人一样，他的躯体要死了，要换一个崭新躯体，老是靠旧的躯体救不了。好了，这次要换躯体，谁呀？孙中山率先喊出4个字：镇静。孙中山这个人呀，我一代伟人，优点特别多，但是呢，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他还没搞清楚。但是历史总是慢慢来。中山先生犯的错误啊，就是用欧美的那套制度对中国改革，对，他就有这么一个错误。所以他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临时议会通过的，你读一读，多党制3点分立，鲁迅先生写诗，一个皇帝赶跑了，出现了更多的皇帝，叫梦里一袭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制度？中山先生的一代伟人，但这个事他还没搞清楚。但这个历史总是慢慢来。后来中山先生开了个头，要救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运就开始往上有点反差。这个时候，中山临死的时候啊，说一句：我总结40多年为这个国家打拼的经验，必须要唤起民众，必须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还说，他说我们中国人世界人口最多4个亿，但是全世界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中国。同学们，卢森堡还没有昌平的地儿大，照样把中国摁在地上搓一搓，签不平等条约。荷兰比昌平也大不多少，照样摁地上搓一搓。我们这个国家就如此残酷。中山特别难过，但是他说没办法，他说我们空有4亿同胞，一盘散沙呀。我问大家，
中华民族这4亿同胞，谁有能力使国运实现真正的转折，把大家拧成一滚？谁呀？光说毛主席啊，同学们，前景的辉煌和背后经历的考验是成正比，多有希望就会有多大的苦难。同学们，我告诉大家，这就是这一代人一定要想清楚。现在是冲顶最关键的这几十年。今天你们知道为啥社会有时候管得会严一些？同学们，冲顶，比如说这个爬坡，最高的坡，拉着几千吨的东西，这个时候同学们最关键的时候，你不能说风凉话，因为那个时候稍一松劲是车毁人亡啊，懂不懂？真的绝对冲顶了，没有对手的那个时候，大船的气象所谓的宽松才会来。最关键的时候是要少说风凉话，多做众志成城的事。朋友们，国运的这个搏击在历史上一旦错过了，万劫不复。中华民族这一次的复兴，如果我们真冲顶过去了，欧美怎么压不住了？这是一种前景。如果这次真的是错断了，欧美恐怕不会让你再有复兴的机会，听懂吗？所以只有一条路，一定是就是你们这一代人。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不少，有些地方当然比他有优势。凝聚力啊、向心力啊、组织力啊都有。可是朋友们，人家200多年的底子啊，我们建国也只有70多年了，好多东西。当然，我们华为什么有些技术也开始有些，但是还有好多东西我们要清醒。它的制度多党制的消耗啊、内耗啊什么都有它的缺点，可是它也有它的优势啊。所以我想说，高度清醒，非常清醒，知道自己的使命，这个坐标系懂得了，这叫决定。知道这个了，同学们，你们以后上课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小男生听历史，也绝不是自己的那一本废话历史，你是站在一个大的时代坐标下的一个要托起国运的一代人。同学们，我相信啊，但凡听过我课的人，将来总是会有1、2个了不起的人。我坚信这个，你们这一代人啊，同学们，就是未来的这一代人。说个大概的时间点，2040年，你的年龄多大？30多岁，同学们，30岁，你们最年轻，走到社会上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你们这一代人，如果我说钢筋铁骨，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自豪，同时一点都不封闭，天下的东西都要学过来。就好比说对美国，有人问我过去对美国的态度，我说越打压越学他，学他还一定超过他。